今天咱们录节目之前啊，我要给大家正式道个歉。星期六那天直播的时候啊，我在直播中间说那个远村的作者郑毅啊去世了。其实这闹了一个非常大的乌龙。我当时啊，好像是在前一段时间铁链女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发推特啊，好像有人告诉我这个郑毅先生去世了。我呢就把这记在心上了，也没核实。结果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这随口就说了这个郑毅先生去世了，我觉得特别惋惜。结果这个直播发完之后呢，人家就有美方的这个郑毅的朋友啊给我发私信说郑毅先生还活着呢。王局，我一听这事儿可大了，赶紧跟人一看，果然郑毅先生还活着呢，这事儿太不应该了。按道理来讲呢，我应该这个信息要核实之后才能发出去。哎呀，现在确实是一个是节目影响力大了嘛，有的时候平时像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你随口说错了没关系，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们的节目，这错了所造成的影响啊，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第二个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人，我本身呢就是应该在严谨核实的基础上才能够随便说信息。尽管这确实做起来比较难啊，因为直播的过程中1个半小时你要说到各种信息，但是我还是要力求做到准确，核实之后再给大家讲。这里我也再次跟这个郑毅先生道歉啊！如果我将来去美国的话，我一定登门拜访郑毅先生，给他当面道歉。郑毅先生呢，早年写的那些作品呢，远村啊、老井啊，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读过，而且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非常尊敬他。虽然说我这句话啊，这个其实是冒犯了他啊，但是我听到他没有去世，我确实发自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我真的非常希望，如果有机会我到美国的话，一定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是这个我要在节目录制之前啊说的一段话。咱们今天要说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的是5月19号在天津啊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是有一个叫张某的人在推特上发了9条针对袁隆平先生的推特。这9条推特啊，一共啊只转发了30几个，点赞有200几个，留言有那么几条，留言一共只有10条。结果呢，这个张某啊就被检察院给起诉了。检察院起诉他是以公益诉讼的名义起诉他，说他侵犯了袁隆平的名誉权。然后呢，法院的宣判结果，这个张某呢，这个侵犯袁隆平的名誉权这个事儿成立，责令他在判决10日之后啊，10日之内啊，在国家级的新闻媒体上登报道歉。这个案子啊，在我看来啊，意味深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针对推特上的言论啊，我们过去境内管不管呢？也管，但是管呢，多数是刑事领域内的。比如说你这个在推特上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了，那当地公安机关找到你寻衅滋事，对吧？这个案子，这一类的案子我们听说过，不奇怪，听说很多起。但是民事领域内，然后这个起诉宣布侵权的这个啊，我是头一次听到，我是第一次听到。而且大家请注意啊，这个起诉的主体不是袁隆平啊他的家人呐，而是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的名义发起的诉讼。这个公益诉讼啊，是去年7月1号啊，咱们国家实行的一部法律，就公益诉讼法。那么公益诉讼法主要针对的应该是环保啊，其他那个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比如说一条河污染了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是利益受损了，但是你要让他们某一个受损的人去起诉的话，他第一不愿意，第二呢，付出的成本非常高。这个食品安全领域也是一样啊，所以公益诉讼本身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在这个公益诉讼法中间还留了一个门儿。他说这个侵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行为也可以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我估计啊，起诉张某的这个公益诉讼就是这么发起的。但是什么叫做侵犯国家利益？什么叫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呢？没有定义，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就很可怕了啊！大家想一想，推特上这么多中国人发言啊，理论上来讲，你只要是持有中国护照，只要有一天你回到中国，都有可能被起诉。
要么是刑法伺候你，要么是民法伺候你，你可想清楚了啊！所以我对这个案子啊，我看完之后觉得不寒而栗呐，这真的是非常可怕呀。那么说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说说这个案子啊，觉得这个案子的影响。要说这个公益诉讼法啊，原本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你说你是起号环保部门这个污染起诉这个企业是吧？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当然没问题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案子从实施开始没听说过在环保领域内有过什么诉讼，也没听说过在公益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内有什么诉讼，但是在这个什么所谓的侮辱英烈这方面啊，已经发生了多起了。前一段时间罗昌平那个案子啊，大家可能没留意，其实罗昌平的案子也分为2个，一个是刑事的，一个是民事的。刑事的咱们都说过了啊，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了，侮辱英烈法嘛，对不对？刑事伺候。还有一个民事的，就是检察机关对其提起公益民事诉讼，最后呢，他给那个东北某个什么纪念馆赔了8万块钱，那个就是公益民事诉讼。还包括那个新疆那个是吧？那用手指的那个墓碑那个，也是检察机关发起的民意诉讼。但是这个民意诉讼，我个人认为这个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什么叫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呢？不清楚，没有定义，就是他们说了算，就是有关部门说了算，他认为谁侵害了国家利益，谁侵害了公共利益，谁就侵害了，对吧？第二个，程序极其随意。比如说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公益诉讼法啊，这一类案子过程中间，谁可以发起呢？3个人，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都可以。也就是说，这三个层级啊，任何一个人看你不顺眼，都可以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而且啊，对这类案子的取证啊，它实际上是公诉化的。比如说，他可以找证人去询问，可以到现场去调查，甚至可以利用录音、录像啊这些手段呢，咱来取证。当然，这些手段如果要是对付那些违反环保法那些企业来说，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付一个个人来说，这个太可怕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民事诉讼的公诉化。大家都知道，民事诉讼啊，本质上来讲要不告不理，就是说，他发表了对袁隆平的侵权言论，那么袁隆平的家属如果不去告的话，这事儿啊，公权力不介入，公权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间是一个极其消极的角色。说白了啊，你提交的证据如果不足，明明你比如说权利受到了侵害了，你只提交了一少部分证据，关键的证据你没有提交，那法院也有可能判你败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公权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间是一个消极性的角色，那是你们当事人之间的事情。但是一旦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介入，以公权力、以检察机关的名义介入的时候呢，你看他所有的手段全部是公诉化的，国家机关嘛，拥有特别大的权利。那你想想，当他介入到民事诉讼过程中，他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带来了一个诉讼主体的极大的不平等。本来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间，诉讼主体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双方啊诉讼主体是平等的。但是，一旦公权力介入在这里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原告的权利要远远大于被告，那被告呢，他的权利怎么维护呢？你要知道啊，在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间，国家机关拥有巨大的权利的同时，但是被告其实也有一些法律特别保护的条款啊，与之对抗。比如说无罪推定的原则，对不对？比如说要超越合理怀疑的原则，对不对？那你因为你国家公诉机关拥有巨大的权利，所以说你要给一个犯罪嫌疑人定罪，你要超越合理怀疑，那就是说把你的定罪标准定得非常非常高。但是民事诉讼不一样啊，如果你检察机关拥有这么大的权利，但是你的定罪标准，你的不是定罪标准了啊，你的这个胜诉和败诉的标准，又是我们一般的民事诉讼法过程中间的，就是超越合理怀疑、证据优势原则就可以了。那你想想，这官司还怎么打呀？那被告，那
没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动用公权力来介入这个案子，你其实被告的权利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到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间那个被告所拥有的权利，否则这权利显然就不对等了，对吧？这是一个所谓的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原则嘛。另外一点，你发现了吗？就是他这里头啊，主要是说列的条款中间是英烈什么英烈啊，什么这个名人呐、就袁隆平这样的啊。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一般的法治原则是相冲突的。为什么呢？在我们正常的社会中间啊，名人其实他在言论过程中间有比普通人更大的容忍义务，因为你是名人嘛，肯定大家要对你议论，议论过程中间本身呢，肯定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对不对？更何况你名人可能已经通过你的名声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由于你是名人，大家在讨论公共事务的时候也不得不讨论你，有的时候公共利益跟你自己实际上是没法切割的，所以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共利益，其实你作为一个名人，你本身就比普通人拥有更大的容忍义务。我说的是对言论方面啊，这个法律你在全世界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基本是这个原则。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反过来是什么呢？对待这些人要特别予以保护。袁隆平你不能议论呐，你议论你就违法呀，违法之后你就吃官司啊，要么是刑法伺候，要么是民法伺候啊。这你想想，这不是跟法治原则相矛盾相冲突吗？对不对？还有一点，那是不是所有的名人都不是呢？不是，是他指定的那些人。比如说，到底谁应该适用这个英烈法呀？不知道啊。他说袁隆平是，那袁隆平是，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袁隆平是啊，对不对？你不知道谁是啊。那你在网上你随便发个言，你很可能就被认定是违反英烈法了。比如说啊，司马南，对不对？你认定司马南是这个，你有一天你骂他，你说司马南是个狗腿子，对不对？很正常吧？因为司马南天天在网上胡说八道。每天是不是说朝鲜好啊？这个什么这美国都是要灭亡了啊？是不是？你说司马南是个人渣狗腿子，对不对？网上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要是有一天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说司马南是英烈啊，不能叫英烈啊，那司马南还活着呢，英雄啊，对不对？那就给你起诉了，你就完了，是吧？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保护的范围到底边界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也明确的违反了什么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你要保护名人，那所有的名人都应该一样，你不能说 A 名人要保护 B 名人不保护，对吧？ A 这死的这个人英烈保护 B 英烈不保护，那这法律平等何在啊？大家都知道动物庄园里曾经有一句话说，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动物就是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不就是这个原则吗？是吧？那我们的法治呢？我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那不就荡然无存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由这个案子我想起来了，最近几年呢，我们这个立法有个趋势，就是表面上看它这个法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维护我们公民的权益，其实是在侵害公民的权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杭州纵火案我采访过，那里有一个律师叫党灵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党灵山我也采访过。党灵山接了杭州纵火案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他是受那个犯罪嫌疑人莫焕晶的委托，就是莫焕晶的家属给他找的这个党灵山。这个党灵山呢是广东的律师，他接了这个案子，看了案卷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案子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杭州纵火案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疑点，我将来我会专门开一期节目讲这个啊，讲这个案子，这里的背后的故事很多。消防人员进入现场1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时间，没有发现这个现场火场中间的那几个人，直到是那死者的哥哥
穿过火场的封锁线进到门里的时候说，那都是已经早上差不多7点了吧，说人还在里面呢。然后消防人员最后在屋里面找到了那个他的妹妹，还有死去的3个孩子。党灵山就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那个消防队啊，离这个死者他们家呀，只有800米远。你在火场队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火场中间还有人呢？我们消防的原则，首先进入火场中间的第一原则是找人呢，然后才是灭火呀。这是我们消防的一个金标准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啊。所以党灵山律师就在案卷里头找原因，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疑点。他发现检察机关在采集消防人员证据的时候，只采集了2个没有进火场的消防员。那天到现场的消防员啊，有几十个，进火场的也很多，10-20，但是所有进火场的消防员呢，一个也没有采集证据，不正常啊，对不对？所以党灵山就希望能够在法庭上要求法庭把进火场的那几个消防员叫到法庭上来，当庭接受盘问，接受律师的盘问。想得很好吧？我当时问他，我说那法庭如果不同意呢？他说不同意他就退庭，他要抗议，在程序上把这个案子啊这个弄起来拖起来。结果他开庭的时候真这么做了。他做了以后怎么着？做了之后，广东省剥夺了他的律师资格6个月，然后呢，自然也就剥夺了他对莫焕晶的辩护律师的这个权利。然后这个时候，莫焕晶等于没人辩护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在北京有一个律师朋友，他当时找到我，他说：“志安呢，王局啊，我想去给这个莫焕晶当辩护律师。”然后他说他希望能够像那谁一样啊，党灵山一样，当然不会像党灵山那样那么激烈啊。他就说他想接这个案子，但是他去杭州的时候发现啊，人家根本不让他见莫焕晶，并且告诉他说莫焕晶已经有了辩护律师。他就说这个辩护律师哪来的呀？他说法律援助，政府给莫焕晶指定的。大家都知道法律援助这个制度吧？当有的犯罪嫌疑人自己没钱没能力找辩护律师的时候，对于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国家可以给他指定辩护律师，这是一项法律援助措施，对不对？没问题，这项制度。那么任何一个人都有辩护的权利嘛，在法庭上，尤其是涉及到死刑之类的案子，必须得有人辩护，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莫焕晶他们家人想要给莫焕晶委托的律师，第一见不到莫焕晶，第二无法变成莫焕晶的辩护律师。政府强行给莫焕晶指定了一个法律援助律师，荒唐吧？这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法律援助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制度，却演变成了一个什么侵害公民权利的制度，这是最可怕的。其实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啊，也是一模一样啊。你想啊，本来公益诉讼啊是保障我们公民权利的，因为有很多案子中间的受害者非常分散，然后呢，个人起诉的这个成本又特别高，导致了法律司法救济啊不足。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所谓的公益诉讼，没问题啊。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啊，却被这样的所谓的瞒天过海，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侵害公民权利的制度，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啊，这个案子啊，虽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今天要专门讲一期。如果这样的法律啊，就这么执行下去的话，所有海外的中国人，你只要拿着中国护照，你都不可能拥有任何安全感。就我中间曾经说的，有一天你回到中国，你在推特上或者是境外的这个任何一个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都有可能政府部门收拾你的一个证据。那么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到来呢？这样的一个时代会不会到来呢？我对此保持非常悲观的预期啊。
好，谢谢大家，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